又一家人形机器人即将进入工厂。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最近宣布与汽车巨头宝马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宝马工厂开始部署其 Figure 01机器人。这也是继 Agility Robotics 之后第二家有着明确目标要进入工厂的机器人公司。双方的合作目标是通过机器人接管那些重复或有危险的工作，以提高工厂生产效率和安全性。在初期阶段 ，Figure 1机器人将在宝马工厂处理与薄金属片相关的5项任务。这些任务的选择也是考虑到机器人的高度灵活性。通过模拟、远程操作以及强化学习等多种方式，机器人将逐一学习并执行这一系列高度灵活的任务。随后，宝马和 Figure 公司共同的目标是将这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引入其他制造领域，以解决汽车制造过程中一直困扰人类工人的其他重复性任务。Figure 公司宣称 ，Figure 1是全球首款商业上可行的通用人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身高170厘米，体重60千克，能够携带20千克的货物，最高移动速度达到1.2米每秒，单次续航时间长达5小时。Figure 01结合了人类形态的灵活性和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具备思考、学习和与环境互动的能力。与那些只能完成单一功能的机器人不同 ，Figure 1专为制造业、物流、仓储和零售等领域提供全面支持。早些时候 ，Figure 才展示了其人形机器人 Figure 01煮咖啡的技能。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只需观看人类煮咖啡的视频演示，这款机器人便能在短短10小时内掌握咖啡制作的技能。这得益于机器人采用的端到端神经网络训练。通过观看视频，它能够领会人类的动作和手势，进而模仿这些动作，最终完成自主操作。这一过程也再次验证了机器人无需繁琐编程，同样能够自主学习技能。现在只要对 Figure 01说：“你能帮我做一杯咖啡吗？”它就会把咖啡胶囊放入咖啡机，再按下开始按钮，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无需任何远程遥控。很快，一杯咖啡就准备好了。最难能可贵的是，它能够学会如何纠正自身的错误，比如咖啡胶囊放的不对，它也能主动纠正。而且整个演示视频都没有任何加速处理，真实展示了机器人的操作速度。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也具有开创性意义。Figure 的创始人 Brad Adcock 随后也解释了视频数据训练的重要性，只需获取煮咖啡、折叠衣物、仓库工作等任务的人工数据，即可在 Figure 01的基础上进行端到端的 AI 系统训练。同样的方法还能让它学会更多任务。随着机器人数量的增加，从机器人集群中收集更多数据，重新进行训练，机器人就能够实现更出色的性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Figure 的创始人 Brad Adcock 也是一位传奇人物，被誉为是下一个埃隆·马斯克。他在26岁时创建了一家在线人才网站，随后以1.1亿美元的价格被收购。后来，他又创办了电动垂直起降飞机公司 Archer Aviation， 市值最高达27亿美元。Figure 总部位于加州桑尼维尔，由 Brad Adcock 于2022年创立。公司团队汇聚了来自 IHMC、波士顿动力和特斯拉等机器人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目标是开发一款通用型人形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环境中执行各种任务，致力于打造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商业可行性的自主人形机器人。Brad Adcock 曾介绍 ，Figure 与其他机器人公司，如波士顿动力和亚马逊机器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机器人能够处理通用任务，并最终实现机器人与环境的学习和互动。他还表示，我们坚信类人机器人将彻底改变各行各业，从企业劳动力的角色，到协助家庭中的个人，再到照顾老人，甚至到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新世界。然而，我们的前期应用将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航运和物流、仓储和零售等劳动力短缺最为严重的领域。在早期的发展阶段，人形机器人将主要执行结构化和重复性的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器人学习和软件技术的不断进步，他们的能力将会不断扩展，逐渐胜任更为复杂的工作职能。我们不会将类人机器人用于军事或国防应用，也不会参与任何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的角色。我们的关注重点是为那些人类不愿从事的工作提供支持和资源。
人形机器人的应用潜力巨大，其中制造业、服务业和家庭被公认为人形机器人应用的3大主要场景，而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有望最先实现。在此之前，包括 Agility Robotics、优必选机器人、智源机器人、特斯拉机器人都提出过类似的构想。不过，落地的企业并不多，而 Agility Robotics 的机器人似乎是实践最快的。去年 ，Agility Robotics 宣布将在俄勒冈州塞勒姆市开设世界上第1座人形机器人制造工厂。他们研发的机器人产品名为 DayJet， 并计划每年生产1万台这个机器人，用作在仓库和工厂内充当机器人同事，进行货物运输和搬运。去年10月，亚马逊在西雅图郊区的一个配送中心引入了 DayJet 人形机器人，用于协助员工完成仓库中的货物搬运工作。目前 ，DayJet 已经成为仓储工人，负责回收亚马逊标志性的黄色箱子，还能下墩完成堆放物品和执行简单任务。但这并不仅仅是 DayJet 人形机器人打工的唯一地方。美国 GXO Logistics 物流公司仓库同样有 DayJet 人形机器人的身影。DayJet 机器人正在康涅狄格州 GXO 的跨境仓库当中作业，用于执行重复性任务，例如将物品移至传送带上。GXO Logistics 发言人表示 ，DayJet 的优点在于它易用性非常高，它可以根据需要学习新任务，而无需替换之前版本的机器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公司的采购成本。DayJet 人形机器人由 Agility Robotics 公司研发，也是最有可能大规模量产的商业化机器人。它身高 1.75 米，体重65公斤，相当于中等男子的身材，最大承载重量为16公斤。DayJet 采用可充电锂电池供电，电量即将耗尽时，机器人会自动走到充电的地方进行充电。手部呈小爪状，可以在保持平衡的状态下搬运和装卸货物，完成许多过去机器人难以完成的操作。该机器人主要被设计为机器人同事，未来可以安全自主地与人类协同工作。另外，相信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很快也将投入到工厂。马斯克曾透露，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预计在2024年将进行测试。按照马斯克的设想， Optimus 的目标是替代人类完成重复劳动、危险操作等工作，以智能助手的角色投入生产中。它将首先在特斯拉工厂进行移动搬运、零部件装配等工业级操作，之后可扩展至更复杂的家庭环境，成为通用服务机器人。在特斯拉2023财年第2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马斯克表示，目前特斯拉已经生产了10台 Optimus， 计划在11月进行行走测试。2024年将在特斯拉自己的工厂进行实用性测试，并计划在德州工厂部署数千个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并最终推广到全球范围。在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马斯克表示 ，Optimus 的最终价格可能低于2万美元，预计3到5年内将实现量产。一旦产品成熟，量产数量可能将达到100亿至200亿台，市场规模或超过特斯拉电动汽车。马斯克还强调，未来地球上机器人的数量将超过人类，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个机器人。以后人形机器人能否成为工厂的主角？这个问题马上就要揭晓了。业内普遍认为，2024年将开启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元年，相信许多中国公司的人形机器人也将陆续开始商业化落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